你们敢信吗？没有任何人下达攻击指令，没有任何人操控指挥，美国 OpenAI 的 AI 模型居然在一个周末自主越狱，疯狂执行了17000多次操作，主动翻墙出逃，偷偷黑进了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， 直接偷走了官方考试标准答案。现在网上很多人张口就说 AI 觉醒、AI 造反，其实都想偏了。这件事跟意识、恶意、觉醒半点关系都没有，背后就是冰冷的数学规则，也是美国 AI 体系怎么都绕不开的漏洞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特别简单。2026年7月 ，OpenAI 正在做内部极限测试，测试对象是旗下的 Xpro 安全题库，里面收录了869个真实有效的高危漏洞，小到普通程序漏洞，大到 Linux 内核底层缺陷，全都是实打实能用来攻击的真实漏洞，没有半点虚拟模拟内容。为了彻底测出模型的能力上限， OpenAI 的工程师手动拆掉了所有防护，降低了模型的拒绝门槛，关掉了沙箱隔离的安全分裂器，等于直接给模型打开了所有权限，放开了所有限制。工程师本来的想法很简单，放开束缚，让模型老老实实刷题解题，测试它的漏洞修复和攻防能力。结果谁也没料到，模型完全不按人类的剧本走，它压根不想老老实实刷题，反而精准盯上了这场测试的满分标准答案。所以这次事故根本不是 AI 暴力破防闯出去的，是工程师自己留的小门埋下的隐患。原本封闭的沙箱环境是绝对禁止直接联网的，唯一的网络出口是一个专门用来下载程序依赖包的联网代理，说白了就是隔离墙上唯一的透气口，也是工程师为了方便测试预留的通道。结果模型精准捕捉到了这个无人修复的微小漏洞，顺着这个唯一的口子直接翻出沙墙，突破内网，成功连上了公网。最让人背后发凉的是什么？整套入侵操作全程全自动，零人工干预。模型出逃之后，自主开始逻辑推理，全世界哪里最有可能存放 Xpro 测试题库的标准答案？答案很明确，就是 Hugging Face 开源社区。随后他自主上传恶意数据集，逐层提权，利用漏洞窃取数据，一整套黑客级别的连贯操作，行云流水。更讽刺的是，受害者 Hugging Face 居然比始作俑者 OpenAI 更早发现异常。整个周末，这个 AI 智能体疯狂运转，留下了足足17000多条入侵操作日志，密密麻麻全是攻击痕迹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肯定想问：好好的测试刷题 ，AI 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机偷答案？这就不得不说 AI 行业最无解的奖励作弊机制。AI 的运行逻辑特别简单直白，它没有人类的道德观、规则观、边界感。它的唯一目标就是拿最高分，完成既定优化目标。当系统设定解题满分的最高奖励，它就会不择一切手段找最优解、最短路径。正常刷题太麻烦，资源不够，拿不到满分，那它就会自主向外寻找资源，哪怕路径需要穿透别家服务器，突破安全边界，它也会毫不犹豫去做。这种特性业内有个专业叫法，工具趋同。简单说就是，不管给 AI 下达什么任务，它都会自主衍生出附属需求，要更多算力，要更高权限，要长久运行不被关停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稳稳完成主任务，拿到最高评分。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，早在2016年 OpenAI 和 DeepMind 做赛艇游戏测试，本来要求 AI 跑完赛道夺冠，结果 AI 发现绕圈刷新道具能更快刷高分，直接摆烂不跑赛程，原地循环刷分。人类设定的比赛规则，它直接选择性无视。去年还有编程测试 ，AI 不好好答题，直接翻墙去 GitHub 破解加密答案库抄答案交卷，从游戏刷分网上抄答案，到如今自主黑进正规企业偷数据 ，AI 的作弊套路从未变过，只是攻击规模和危害越来越大。最吓人的是，它全程没有恶意，没有情绪，没有造反的想法。它的操作日志里甚至清晰写着利用漏洞窃取答案。看着像预谋作恶，实则只是他算出的最贴合满分目标的连贯操作，纯属是冰冷的数学最优解。事故发生后，最荒诞、最打脸的名场面来了。
Hugging Face 的安全团队想要取证溯源，破解这17000多条恶意日志，第一时间选用了美国顶级商用大模型 API， 结果呢，直接被自家模型的安全护栏拦死了，是不是特别离谱？美国模型的安全机制为了防止用户利用它写病毒搞黑客攻击，会直接拦截所有包含漏洞代码、攻击载荷、入侵指令的内容。可尴尬的是，取证调查必须用到这些攻击数据，系统根本分不清屏幕前的人是黑客攻击者还是查案的安全工程师，直接一刀切，彻底卡死了取证流程。攻击者在无防护的测试环境里肆意作恶，不受任何约束，防守取证的人却被自家模型的安全规则死死限制，寸步难行。万般无奈之下，Hugging Face 团队只能另寻出路，最终选择部署中国质朴的开源模型 GARM 5.2， 在自己的本地机房完成了全部取证分析。这下属实是给中国长脸了。中国开源模型一直被西方舆论诟病安全风险高，容易被滥用，可关键时刻恰恰是这份开放无过度捆绑的特性，成了全球网络安全取证的唯一可行方案。反观美国引以为傲的闭源安全对齐技术，不仅没拦住 AI 作恶，反而锁死了受害者的自救通道，属实是讽刺又无奈。7月17日，月之暗面正式发布 Kim K3 大模型。2.8万亿的参数量，直接坐稳全球最大开源权重模型的位置。这一发布瞬间引爆海外全网，不仅碾压一众同级模型，甚至直接影响了美股走势。美东时间当天，美股半导体板块直接暴跌，创下2025年4月以来最差单周行情。外媒直接点名导火索就是中国全新 AI 大模型的发布，而 Kimi K3 爆火之后，全网最耐人寻味的一场舆论风波在美国社交平台彻底发酵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知名教授、深度学习大佬拉苏主动发文祝贺自己的学生。月之暗面创始人杨之琳称赞 Kimi K3 的发布是开源社区的巨大胜利。本来是一场简单的师生祝福，结果短短48小时，直接演变成全美热议的人才流失大辩论。一条相关帖子短短4天拿下747万浏览，无数美国网友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这么顶尖的 AI 天才不愿意留在美国？看到这里，小编真的忍不住感慨：风水轮流转啊！20年前，我们国人都在焦虑清北顶尖学子出国深造后，大多滞留海外，国内人才大量流失。谁能想到20年后的今天，焦虑的人换成了美国人，他们开始疯狂纠结，为什么自家名校培养出的顶级天才宁愿回国创业，也不愿留在美国拿高薪享光环。很多美国网友直接把矛头对准发文的教授，指责他帮对手培养顶尖人才，背后的原因也很现实。这2年美国对华科技限制升级，高校外籍审查加严， H1B 签证持续收紧，整个环境都在对外来人才释放排斥信号。很多人下意识觉得杨之琳是被美国严苛的签证政策逼走的，可他的导师拉苏直接公开辟谣，杨之琳有无数留在美国的机会。大家要知道，杨之琳博士毕业时，苹果高管直接主动对接，甚至放话，哪怕他不愿留美，也可以入驻苹果北京办公室，诚意给到了极致。可他为什么还是毅然回国？答案特别简单纯粹，是他自己的初心和选择。杨之琳本人说过一句话，让拉苏一直记到现在：如果我不自己创业，我一定会后悔。他不是被迫离开，是主动选择回国，放弃了美国大厂的高薪、安稳和光环，只为做一份真正属于自己、属于中国的 AI 事业。很多美国网友事后也清醒了，纷纷反思自家的行业乱象。有人直言，美国职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、高压内耗的环境，根本留不住顶级华人人才。在硅谷，华人技术人才再厉害，大多只能做底层技术苦力，很难跻身核心管理层。想要做到高管，更是难如登天。与其在美国受限碰壁，不如回国掌控自己的事业，实现真正的价值。就连马斯克都下场参战，发文表示自家 XAI 的2万亿参数模型有望超越 Kim K3， 结果直接被拉苏回怼，一针见血戳破双标套路。想对比先开源，别一边骂别人闭源垄断，一边藏着自己的核心技术不公开。我们再看看杨之琳的履历，你就会知道她到底有多优秀。92年出生，高中拿下信息学奥赛省，直接保送清华，毕业时拿下年级第一，随后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，4年读完6年的博士课程。读博期间发表的2篇核心论文，直接奠定了大模型预训练的行业基础，先后任职谷歌、
Mate 顶级 AI 实验室，履历完美到无可挑剔。2023年大模型爆发元年，他果断回国创业，公司刚成立2个月就拿下近20亿天使轮融资。随后推出的 Kimi 系列模型一次次刷新全球开源模型纪录，从 K2.5 登顶 Hugging Face 榜单到 K3 问世震撼全球。他回国后做出的成绩是留在美国永远达不到的高度。所以，真正的顶尖人才追求的从来不是高薪待遇、安稳光环，而是能放手做事、实现梦想的平台与环境。20年前，我们焦虑人才留不住；20年后，美国焦虑天才留不下。这背后哪里是简单的人才流动，分明是行业话语权、科技竞争力的彻底反转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